义，你骗人！你明明能看得见。这叫听声辨位。这2年我一直在练习，早晚有一天我会看不到，怎么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吧？松手，让我起来。你松手！小武艺，血瘀会越来越严重的事儿。2年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仁，打算半路便丢下我，你不怕我反悔吗？那你还能退婚不成？反正和离书已经被你给烧了。你怎么哭了？这血瘀之症无法医治，即便是我告诉你，也只是徒增你的烦恼。可你若是早点告诉我，这2年我便不会离开你，我也不会没心没肺的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好了好了，这2年，你跟随矿藏图寻矿，行万里路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将妙手开遍大业，助百姓民生。你可还畅快高兴？你高兴快乐才最重要。小雨，我告诉你，这和离书啊，我还没烧完呢，还剩一半。你要是以后再有什么事瞒着我，不告诉我，这世子妃谁爱当谁当，我不当。还想骗我？想反悔？我图纸，小武姨，你根本就能看得见。看不见。子期，你听阿娘的话，以后若是碰到像世子爹爹这样的人啊，就离他远一些，免得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世子爹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为了哄女郎开心，把绝症说成风寒，不知保养，心里没半点数的人。可是阿娘，我以后不想学医。那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下毒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还想学家于姨母的机关之术，若是能将2者结合，定然威力甚大。我那日还看见，哎，阿娘，手下留情！段子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以后少跟你家于姨母混，她那炼丹炉，你要是碰一下，老娘剁了你的手！你看看，你都教了子期什么？明明是你不肯松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你做的路障，里面有机关，不用的时候就可收进袖内。不过你已学会听声辨位了，我看你也不学。哎，谁说我不要？谢家园。其实我在狱中写的和离书是假的，我从未想过要与你和离。我知道2年前，蕊生告诉我，有一种法子可以清除我的血瘀，但风险极大。若是失败了，我可能随时就会丢掉性命。但为了改制，我放弃冒险。对不起，你说我自私也好，无耻也罢，即便是我知道我注定要辜负你，我也绝不会放你走。若蕊生阿紫知道你不好好休息，还流眼泪，又敢骂我了？他不敢，你可是我的世子妃。我从小就失去了亲生父母，阿
阿母、太傅、乐君和阿茂，也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我。我这一生，好像一直在学习如何与人告别。所以你别担心，我很擅长与人说再见的。就算真的有那一天，你离开了我，我最多也就为你哭1个月吧，不，3个月。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便不算你违背承诺，可以吗？说说看。3年也好，5年也罢，从今日起，忘记蕊生阿紫给你的期限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着我还在等你，你能不能为了我多撑1刻是1刻？我们能一起走多远就走多远。我只要你尽力，我也尽力，我便不算你辜负。这3个月太短了，真的太短了。3年好不好？我死后3年，你忘了我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吗？好。放心，世子虽然不惜命，但我这个大夫还是很在乎招牌的。我会尽我所能，让他活下来。多谢阿紫。好在如今有你，我的胜算反而还大一些。可他已经拖了这么久了。生命是很神奇的，有时候求生之志比什么都重要。曾经我眼中的北府统帅萧无一，更像是一件冰冷的兵器，是没有生命的。他几乎为这天下付出一切，明明是天下为己任，但却好似从未留恋过这天地间的一草一木。直到遇见你，有志之人贪生，殉道之人求死。佳玉，你一定要拉住他。你自知命不久矣，5年、10年，根本不够完成你心中的宏图霸业，所以你急于北府改制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读你狱中留下的兵法策论。你明知我身世，却不置一词，是因为你笃定最终我一定会认可你的想法，你也笃定我一定会北伐，是不是？20多年过去了，多少大业移民在我大业的故土上，被北秦视作牛马奴隶，直到今日，他们还在等待着文熙太子。可30年后、40年后呢？一直，你与太傅不同，世家不思故土安于享乐，可齐王永远不会忘记齐州陷落。但我不是棋子，我李义之的生死荣辱，绝不能系于你萧无一一心之善恶。靖安王府、北府军，都必须得到遏制。靠世家吗？你明明比我更清楚，世家才是大业的农庄。一直，以树育人，人必以树相待。不如
换一个方式。不该说些什么吗？我该说些什么？嬉笑怒骂，撒泼威胁，什么都好，就像从前的你就好。逝者如斯，如何能刻舟求剑？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吗？你明知我阿父的死疑点颇多，建安王也是被北秦设局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。我多希望有那么一点是因为我。我以为春考之后，你和萧无疑已经和解，但我又怕你只记得我的不好。你相信萧无疑从未贪恋过权位，你也已经拿到缺骨令，他无法再证明自己是文熙太子，而且他本也就活不长。你不愿他活不长，还拖你下水吗？无人能拖我下水，是我自愿与他同行。那他若弃你而去，你当如何？只要他不曾令我失望，即使他去了，亦是与我同行。我会带着他的那一份，好好活下去。所以当初你离开我，是我让你失望了吗？我只是看不懂你，就像如今，我依旧看不出来，你何时在演，何时是真。也许你真的很适合做一个帝王，喜怒不定，帝王心术，叫人心生恐惧。各位官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走。没事吧？既绑着我又护着我，阿毛，你好矛盾。我记得你吃不了桃子，没想到竟有一日，也不得不对你出手。别跑！正如你说，这殿下明知北秦要挑拨君臣关系，还铁了心的要借题发挥，夺走晋安王府的兵权。那他之前竟然是假意跟无一。现下我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让人先找到萧无一，千万让他不要回到健康，落入圈套了。你说的对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更何况是帝王。恐怕眼下只有我能为萧家说上一句话了。明日我就上表。不行，阿紫，你这样会得罪齐王的。微臣尽忠，并非愚忠。如果此案真的疑点重重，那我就有上表的责任。今天晚上先住在这儿。队长，是阿大带着禁军来搜人了，快到了。阿紫，少府印信借我用一下。好。人跑了，抢了我少府印信跑的。你连夜出城，即刻赶往驿站，务必在齐王的人来之前告诉他健康出事了。好。不
不过现在四方城墙下肯定全是伏兵，这次出城，你九死一生。以一敌百，可能打不过，但肯定能跑得过。只是我若出城了，城内可就无人可用了，到时候您的安危……放心，是，我会保护好世子妃的。你也是皇家营士？不仅是我，健康城内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都是当年奉命保护文熙太子，但文熙太子从未启用过我们，他只希望我们好好生活。上！一行。世子，老王爷杀谢怀圭，被廷尉当场抓获。追捕途中，老王爷还重伤廷尉。齐王已经下令将王府内所有人统统抓走了。世子妃呢？怎么少了一家？这叫百鬼灯，有特殊的含义呢。什么含义？难不成还有警示之意？对啊，是有警示之意。接着喝，军爷不醉不归，怎么走。萧无一奸诈狡猾，就算是回来了，也断不会来我这里自投罗网。快走！走，刘公公。萧无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一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一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孤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一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，有靖安王府的人在手，他势必会自投罗网。无疑，你别想了，你已经对李茂仁至义尽，是他非要赶尽杀绝，所以我们也不必一忍再忍。等到明日救出父王母妃，出了健康，到了北京，他就不能再纳你何了。又要让你随我冒险了，这次恐难善了。若明日发生意外，瑶瑶，你要活着。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意外，你都要活着。放心，虽说加上咱们几个，也总共才30多人，但我瞧着他们都是十分忠心得力的。你看，你即使放养他们20多年，但他们还能在健康发展出这么多势力。明日有了他们，就算硬拼不行，制造一些混乱，把人救出来，肯定没问题。瑶瑶，对不起。为何要与我道歉？
这次还连累了袁吉阿紫挨打。不过他是春月考榜首，是李茂收拢天下学子立的活招牌。就算李茂不满他上谏，应该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。睡吧。这我怎么睡得着？明日便是生死之战，这是最后安稳的一觉，快睡吧。母亲，你怎么被人打屁股了？你犯什么错了吗？人长大了，不光做错事情会被打屁股，做对了事情也一样会被打屁股。啊，这么倒霉啊！那我还是别长大了。母亲，外头的瘟疫怎么样了？我阿娘和世子爹爹他们还好吗？阿娘留给我的功课我都学完了，他还没来接我，我有点想他。外面有瘟疫？阿婵姐姐告诉我，祖父和祖母都染了病，我们得躲进皇宫里才安全。他们现在病好了吗？瘟疫哪有这么快就结束的？萧公子，请安心在宫中住着，明日你的世子爹爹就能入宫来陪你了。我阿娘呢？你阿娘是大夫呀，外头病人这么多，你阿娘得帮他们瞧病，是不是？萧公子，好好照顾你母亲，相信不久就能一家团圆。这是殿下专门为你做的糖饵。你就是这么哄他的？殿下说了，大人的事，孩子不必知道。你方才说，世子明日入宫，是何意？听闻世子已经入城，殿下担心世子在外染了病，准备明日请他们入宫看望老王爷、王妃。逍遥，是不是也病了？病得也快死了吗？何大人，您走到如今不易，殿下给了你立身之地，你可不要再为了不相干的人，辜负了殿下好意。仔细伺候着，莫让何大人和萧公子接触了外人，染了病。诺。法场都准备好了，好，那明日就让世人都看看萧无一是怎样的一个忠臣。3、2、1。救人！
这里交给我们。青龙，保护佳瑜，诺。小心！忍不过，我们走。让开！世子若是迷途知返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